海上传来枪声，阿联酋开枪打死伊朗渔民，打破数十年的惯例。为何伊方谴责阿联酋愚蠢？敬请关注。据伊朗外交部近日表示，一艘阿联酋船只因在伊朗水域从事非法运输而被伊朗方面扣留。声明中还提到，同日阿联酋海岸警卫队也扣押了一艘伊朗船只。根据阿联酋通讯社的报道，当天几艘伊朗船只闯入了阿联酋水域，在阿方发出警告后，伊朗船只没有停止航行，于是阿联酋海岸警卫队直接开火，从海上传出了枪声。事件致使2名伊朗渔民死亡。事后，阿联酋方面虽然表达了歉意，但是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紧张化正在进一步加剧。自从阿联酋与以色列8月13号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伊朗与阿联酋的紧张态势一直持续加剧。伊朗各方领导人先后对阿联酋此行为表示谴责，称其是战略性错误和历史性的愚蠢行为。众所周知，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各阿拉伯国家以与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之间有着极深的积怨，更存在着激烈的现实利益冲突。疑惑的是，为何今日的阿联酋主动去打破数十年来各阿拉伯国家所遵循的惯例？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阿联酋出于利益的选择，导向美以联盟，从而获得大量来自美国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军事上的援助。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次事件中，阿联酋就被冠以美国盟友的称号。试想，美国盟友射杀自己本国渔民，伊朗彻底暴怒。射杀事件发生后不久，伊朗转身就公开了2款大杀器，一种地对地弹道导弹，以及一种新型巡航导弹。地对地导弹被命名为烈士卡西姆苏莱曼尼，射程为1400公里，其将使用惯性制导和卫星定位制导结合，令其能够进行定位和制导修正。这对探测手段有限的弹道导弹来说，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巡航导弹名为烈士阿布马赫迪，射程超过1000公里，尺寸接近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体积大，射程远，可对中东乃至北非、欧洲少数地区实施远程战略攻击。这2款导弹在类型上同属于陆基中程导弹。显然，无论是从命名上还是从导弹类型上来说，都是在剑指美国，火药味十足。更重要的是，对于巴不得伊朗和海湾国家矛盾升级的美伊两国来说，任何可以利用的事情都会被迅速放大。可以预见的是，这次伊朗与阿联酋的冲突事件势必会被美国拿来做文章，以期对中东进一步进行军事威慑。最后结果只会让美伊对立越来越尖锐，任何一个小冲突都有可能对局势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